太太叫碧荷过来，一定是相信碧荷的话了。不管你的话是真是假，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。太太，您这话碧荷可就听不懂了。梅香和采薇正准备利用红袖来对付太太，万一成功，可就……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他们找来红袖又能如何？桂琴是丫头环儿杀死的，难道找到红袖，他们就能颠倒黑白吗？太太说的是，太太您自然不怕他们，可是梅香和采薇他们都是鬼祟小人，太太您不得不防着他们利用红袖来蒙蔽二爷。万一红袖要在二爷面前说出一些不利于太太的话，二爷到时候相信谁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那岂不是正合你心意？碧荷，你当我不知道你恨我入骨吗？我真觉得奇怪，这次你怎么会这么好心来提醒我？太太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，利益息息相关，这点碧荷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碧荷有向太太的忠心，可是屡次三番遭受采薇和梅香的设计，使得太太变得对我不信任，甚至埋怨我。我承认，我之前对太太也有过怨恨，可是我知道那都是采薇在同州挑拨后，自然对太太也就没有了怨恨。他们既然敢这样对太太，又岂会轻易放过我？碧荷这么做，不只是为了提醒太太，更是为了自救，所以还请太太相信我的一片诚意。你来找我，定是有了对策。说吧，是什么？这么说，太太您是相信我的话了？我想先听听你的计划，至于信不信你，我自有打算。太太，您自然不怕小人算计，但是留着这两个人，只怕会让太太寝食难安。与其实施防备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主动出击，一网打尽。主动出击，一网打尽。既然他们故技重施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明晚就在废院，让他们自食恶果。怎么样？查到什么没有？我已经派人盯着蔷薇院和含香院，既不见红袖的身影，也不见他们派人出去。行动就在今晚，为何既不见红袖，也不见他们的动静？或许他们早有安排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让红袖出现。虽然桂琴死的时候，红袖并不在场，可是整件事情，她到底知道多少？如果她真的被采薇他们找到，采薇他们又想利用她做什么？啊，想想真让人头疼。太太不必担心，行动就在今晚，一切准备好了。废院那边呢？废院那边也没有动静。如果换做我是采薇，我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在废院的。太太，是不是在怀疑什么？我始终无法相信碧荷，这个女人几次背叛我，太过奸诈。如果照碧荷所说，她也中了采薇的奸计。可她是怎么成为二爷的六姨太的？难道也是采薇的奸计？碧荷就是个小人，真照她的话做，会不会太冒险？如果碧荷说的是真的，那么采薇就是比碧荷更加可怕的敌人。今晚是打压她的最好机会，错过了这一次，她有了警觉，我们再想行动就难了。采薇，她真是这么可怕的人？我一直小看她了吗？太太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而且我想来想去，碧荷的计划不像是个陷阱。如果太太真不放心她，我们可以提高警觉，见机行事。
福芳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1个时辰了，怎么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啊？是不是你的消息有误？我在药厂工作了1天，已经很累了，我想回去休息。他们说不定很快就要过来了，二爷再等等。还有，二爷说话小声些，要是被人发觉了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上次闹鬼是在桂琴的桂香院，为什么这次在废院？还有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闹鬼之人是谁啊？我得到的消息只是说他们今晚会在废院行动，至于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二爷只要再多些耐心，很快就会知道搞鬼之人是谁。我嫁给你这么久，从没求过你什么事，就这么一次，难道你还不能答应我？好，即便今晚要在这里通宵，我也奉陪到底。二爷最恨的就是装神闹鬼之人。这次的计划这么严谨，想必采薇和梅香他们一定用身边最可靠的人。太太，你明晚早一些带二爷到废院，等他们的人一出现，太太，您就来个瓮中捉鳖，当着二爷的面让他们百口莫辩。我会带一些人在暗处，等红袖一出现，我就立刻跑过去拦住他，绝不给他机会出现在二爷的面前。为何不是你带二爷去废院，我隐藏在外面捉红袖？太太，我又何尝不想在二爷面前露脸？只是闹鬼这件事情和太太你有关，我要是出面去请二爷，那岂不是显得很奇怪？如果我的话二爷不相信怎么办？太太，您是二爷的妻子，只有你才能请得动二爷。我知道太太你还不相信我，可是太太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想害你的话，我又何必跑过来告诉你这些呢？六姨太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你急什么？我亲耳听到采薇和梅香的计划，绝对不会有错。来了来了，是谁来了？是五姨太，她竟然亲自出马。他亲自出马不是更好吗？等一下我看他怎么抵赖。梅香和红袖怎么还没过来啊？是啊，只看见五姨太一个人。我们再等等看，就算梅香不出现，红袖也一定会出现的。哎，等一下红袖只要一出现，我们就马上过去把她抓起来。怎么会是他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六姨太，六姨太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怎么还没来啊？
风？采薇？怎么是他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钱生，太太，你们怎么也在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是跟钱枫约好的，我是因为今天收到一封信才会来的，是有人约我的。如果想知道是谁在陷害你，今晚亥时处独自来废院。我是因为收到信才会来废院的，可是没有想到写信的人会是钱枫。这封信不是我写的，我没有约采薇来废院，是有下人告诉我你约我来这儿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我还是来了。我不知道会是这样。钱生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跟钱枫在这里约会，你相信我。傅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爷为何这么看着我？是你将我带到这里来的，说是能抓住闹鬼事件的元凶。怎么，你想说采薇和我大哥来装鬼陷害你？你在说什么？钱生，什么闹鬼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难道说装鬼事件的元凶只是你的借口？你是想让我看到这一幕？傅芳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明明听到的，难道他们在骗我？我们中计了。陆玉太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太太肯定会说出我们的，到时候二爷会不会怀疑是我们在背后搞鬼啊？我们走，我们离开这儿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，二爷怀疑是我在陷害他们？可是我会这么蠢吗？我真要陷害他们，会做得这么明显吗？我会做得让二爷立刻怀疑我。二爷为何这么相信他？二爷怎么知道这封信不是他自己写的？二爷还可以去找那个下人问问，看是不是我让他给大爷传口信的。今天这件事，到底是谁在陷害谁？二爷，你不要被一些人的温柔面孔给骗了。那下人给我传口信的时候，柱子就在我的身边。只要让柱子去把那个下人叫来，当着大家伙的面一问便知。景兰，麻烦你去我院子，把柱子给我叫过来，顺便把外面的碧荷也叫进来。是。碧荷，她在外面。就是碧荷告诉我，采薇和梅香是闹鬼事件元凶的事。详细情形，等他来了和二爷解释。这里是有一个人在说谎，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。六姨太，六姨太，我已经叫人给柱子带去了口信儿，可是什么？六姨太不在外面，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贱人，原来是他，原来是他在害我。去，把梅香碧荷给我叫来。今天晚上，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二爷在说什么呀？碧荷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你想抵赖？明明是你跑到我面前说，你偷听到了梅香和采薇的谈话，说两个人会在这里重施故技，用闹鬼的法子来害我。是你叫我把二爷带到这里来瓮中捉鳖。什么重施故技？碧荷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采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要忘掉过去，可是为什么总有人不愿意放过我？早知道这样，
我当初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采薇，你别哭了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人在陷害你。你放心，二爷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二爷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太太在说什么，我从来没有跟太太说过那样的话。采薇姐姐，我跟你情同姐妹，我怎么可能到太太那去说你啊？你这个阴险小人，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会相信你。二爷，当时景兰也听到了碧荷的话，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景兰呢。二爷，景兰的话不能相信，景兰是太太的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找立春作证。二爷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真想陷害采薇，又怎么会做得这么明显？而且当初还是我求老太太给采薇解禁的，我又怎么会陷害她？还不是因为你妒忌采薇得宠，所以你要翻出旧事来陷害她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采薇如此敬着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她？大爷，二爷，来得正好。柱子，你赶快把那个下人给我找来，与我对质。我刚刚去院子问过了，根本就没有那个字。什么？好你个碧荷！原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，从头到尾，你想害的人是我。不是的，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太太，这些都是你策划的，是你安排好的，你又怎么会留下证据呢？二爷，太太处心积虑的想嫁祸于采薇，你一定要替采薇做主啊！福芳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就因为我带二爷前来，你们就认定是我的错？除此之外，你们还有别的证据吗？现在我和碧荷各执一词，凭什么你们信他不信我？二爷，我没做过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就找出证据来，否则不管你如何处置我，我马福芳都不服。对了，二爷，不是有人写给采薇一封信吗？要不在信上找找线索？你仔细闻闻这信纸上的气味。李香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信纸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我们都曾经接触过，但是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二爷送给碧荷的法兰西香粉。这种香粉只有碧荷才有。这个信纸上的气味就是香粉的味道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就是碧荷曾经接触过这封信。接触？这封信分明就是他写的。原来是你！碧荷，你千算万算，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。老天真是有眼！二爷，不是，你自己完了！二爷，不是我写的，二爷根本不是我做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王采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一切？二爷，这一切都是王采薇，这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事到如今你还不知足，整个白家也只有你有这个香粉，还说别人来诬陷你。不是我，太太，我错了，太太，我们被陷害了，是王采薇做的，贱人！二爷，这碧荷兴风作浪，无事生非，手段卑劣，二爷必须狠狠处置他。二爷，真的不是碧荷做的，真的不是碧荷做的。来人了，将碧荷禁足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他出院门一步。二爷不是碧荷做的，真的不是碧荷做的，你不要罚碧荷。二爷，王采薇，我跟你没完，王采薇。
采薇已经很惨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害她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怀疑我？这件事情或许与你无关，但是你今天晚上出现在这里，就是想对采薇不利。算了，福芳，钱生虽然不说，但是他心里很明白，这么做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是啊，你们人人都看到了采薇的苦，可我的苦呢？谁又能明白？二爷，二爷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姐姐，夜里黑，小心一点。太太，我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哎呦，妹妹呀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二爷对你这么好。原来这两个人早就联合在一起了。明晚含香苑，我们走。原来你早就看出他对你起了疑心，所以你故意安排这一出的。与其防他出招，不如引他入局。我曾经听说过，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他现在肯定想尽办法，想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在密谋什么。接到信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然也不会发生今晚的事情。我看你最近比较忙，就没想拿这些事情来烦你。本想自己先弄清楚再说的，没想到是个陷阱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要再想这件事了。我以为他要怎么打探我们的消息呢？原来就是想偷听啊！不过他胆子倒是够大的，竟然把主意打到明月的身上了。还好他知道分寸，只是将明月引开，没有伤害他。他敢！明月是二爷唯一的孩子，他不要命了。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骗过他了。哼，他自认为高明，一定对看到的一切都深信不疑。他以为我们要对付的是马复芳，没想到，其实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碧荷。碧荷不同于秋林，一般的手段行不通。想要他上当，就必须让他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二姨太太已经去过飞院了。哼，真的如你所料。碧荷又去找马复芳了。碧荷知道，凭她一个人，肯定斗不过我们。马复芳有权有势，就是她最好的同盟。可是经过这么多次，马复芳信他才怪，所以我们才要多给她一点信心。所以你就叫人把桂琴的衣服放在废院，这样就能让马复芳多信碧荷几分。我们回去吧。嗯。哼，如今秋林和碧荷被禁足，就只剩下马复芳了。不知道妹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马复芳啊？关于昨晚的事情，姐姐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妹妹想让我说什么呀？
我们本来已经说好了，这次的计划是针对碧荷，可姐姐似乎并不这么想。姐姐句句针对马复芳，几乎已经忘了我们的初衷。我只是看当时的形势，以为可以一下子扳倒马复芳，毕竟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嘛。可是我说过，马复芳是当家太太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是绝对撼动不了她的。姐姐的行为差点坏了整个计划。妹妹啊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心太急。可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对付马复芳的证据呢？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红袖，不如就让红袖出面指证马复芳。可是红袖并不知道内情，马复芳为人精明，很容易就会找出破绽。到时候我们只会白白连累红袖。对付他，我们只能慢慢来。你总是怕连累这个连累那个的，你让我等多久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看着马复芳在我的面前那么得意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。你心里有你的仇，我心里有我的仇，可你并没有把我的仇放在你心里。姐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马复芳把我害到什么程度，姐姐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所以姐姐才会跟我联手。只是马复芳精明狠毒，有权有势，如果不能一次扳倒他，只会后患无穷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万全的准备，充足的证据，才能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妹妹，你说的对，我信你。以后你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你让我等，我就等。不过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，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采薇虽然聪明，但却有个弱点。什么弱点？不够狠。当初他要是够狠的话，完全可以利用画眉扳倒马复芳，就是因为他太多的顾忌，以至于让马复芳现在还在逍遥。二姨太说的对，对付狠毒的人，也必须拥有一颗狠毒的心。二姨太不舒服吗？我帮二姨太揉揉。有件事，我还是觉得奇怪。什么事啊？昨天晚上马复芳的表现有些奇怪。他看见钱枫和采薇在一起的时候，以他的性格，第一反应一定是会诬赖他们两个旧情复燃。可他竟然什么都没说，而且我看他有些刻意在回避这件事情。如果他一口咬定采薇和钱枫有私情的话，那不是让二爷更加对采薇怀疑吗？或许是因为太太精明，看出是个陷阱，为了不让二爷怀疑，所以才故意回避的。六姨太，你这2天滴水未进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我熬了点粥，六姨太喝点吧。来，六姨太，你都在这儿坐了2天了，你就跟我说说话吧。我知道六姨太心里不好受，可是六姨太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我相信六姨太一定能想到办法再出去的。
哟，这里比闹鬼的桂香院还清静啊！太太，这禁足才2天而已，不会就关傻了吧？太太，你是来看我悲惨的下场吧？没想到你还能沉得住气。不过这禁足的日子，可比你想象中可怕得多。记得我娘家有一个被禁足的姨娘，起初她也能沉得住气，以为总有一天会出来的。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大家渐渐地把她忘了，下人不再把她放在眼里，想着办法欺辱她。她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生病也没人会理。更可怕的是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寂寞凄凉。没人听他说话，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。他看着自己迅速的变老，满头青丝变白，脸上满是皱纹，一双手枯瘦如柴。到最后，连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你猜他怎么了？不过5年的时间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拿了一根绳子，吊死了。你觉得你能坚持几年呢？贱人，你有今天都是你自找的。哼，也不想想自己有几斤几两，竟然妄想和我作对。太太，太太，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啊？我处心积虑的陷害你，对我有任何的好处吗？就算我成功了，大太太的位子能轮到我吗？就算太太不在了，不是还有黄采薇吗？二爷也不会多看我一眼，对不对？所以太太，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啊？因为你恨我。即使我再恨你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和你撕破脸，因为我害怕。我怕之前太太叫我做过的坏事您都说出去，两败俱伤，这样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做的。太太，您今天来这里，是不是也怕碧荷会出卖你啊？但太太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出卖你。我知道我该恨的人是谁，我知道我的敌人是谁。怎么，你还想说一切都是采薇和梅香的阴谋？我以为我掌握了先机，可我却一路被黄采薇牵着鼻子走，掉入了他们的陷阱。遇到事情，我选择保全自己，这恐怕又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这个人，他的心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亏他平时还装出一副温顺淡然、与世无争，哼，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破绽。太太，你千万要提防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我只想提醒太太，你还是小心为妙。不管你现在说什么，也改变不了如今的处境。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慢慢熬吧。
碧荷的话是真是假。宁可信其有。本来我见他不能生育，对我不具威胁，还懒得对付他。不过他要是不自量力，敢在背后阴我，可就怨不得我了。我能踩他一次，就能踩他第2次。黄采薇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可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做了些点心。以后没有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过来了。我正在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自己吃吧。乐儿，这些点心你拿去吃吧。这怎么行？这是大太太您亲手做的，花了不少心血呢。花了再多心血有什么用？无人欣赏也是白费功夫。我有什么不好？他为何就不肯正眼瞧我？我进门这么久，他一直睡书房，平时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。他对柱子都比对我亲，我可是他的妻子，他为何这样对我？太太进门近5年了，她应该比较了解大爷的为人，不如大太太您去他那里打探一番。可是他向来看不起我这个庶女，他会帮我吗？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如今您和他可是平起平坐了，而且大太太您还有老太太撑腰，在气势上还压他一头呢，他哪里敢和大太太您作对？你说的有道理。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？对呀，我现在是他的嫂子，不用再怕他了。娘，娘，你喝口水。你不是盼着我早死吗？还在这里假惺惺的干什么？娘，你硬要把他留下，是不是就想让他早点把我克死？想救出采薇并不难，但你得让我重回药厂，重回二当家的位置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你犯下的错误是不可能再回药厂的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，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
有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